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做法简单，只需要一次发酵就能成型的全麦馒头。我们先来和面，牛奶我们选用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牛奶，加入酵母化开。冬季室温比较低的话，可以选用常温牛奶。使用冰牛奶是为了延缓酵母的发酵，避免在把面团揉光之前，面团就发起来了。中筋面粉中加入全麦面粉，因为全麦面粉的筋性和口感都比较差，所以一般我们会在其中加入普通的中筋面粉来改善这一点。加入糖，如果不想加糖，这里也可以省略。加入少许食用油，可以让馒头的口感更好，不易变硬。稍微搅拌之后，加入刚才的牛奶酵母混合液体。注意，这里因为面粉，尤其是全麦面粉，不同品牌的吸水性差异会比较大，所以牛奶的量你可以根据自己面团的实际软硬度适当调整，不要一味按照食谱中的量来制作。这个面团一开始还是有点偏硬的，通过调整液体的量，让面团达到这个软硬程度就可以了。面团太软太黏不易操作，而面团太硬的话会不好揉。面团成团之后，先盖上盖子，醒面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，面团会比刚才软很多，更容易揉。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先大致搓成长条，然后从长条的一端开始，用2只手的掌根部分交替的去揉，用身体的力量带动手臂，把面团搓细搓长。这种揉面的方式，把一大块不好揉光的面团化整为零，更容易揉光。面团搓长之后，折叠到中间，再从一端开始重复搓长的步骤，大概这样重复3到4遍，直到面团表面光滑没有坑洼。只有面团揉光滑了，做出的馒头表皮才会光滑细腻。最后把面团折到中间，用擀面杖压扁，下面可以撒一点面粉防粘，然后选择比较光滑、接缝较少的一面放在下面，作为馒头的表面。用擀面杖把它擀开，成一个20乘35厘米左右的长方形面片，底部用手指捏薄，上面抹上少许水，帮助粘合。然后从上面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点，不要留有空隙。最后有粗细不均匀的地方，再把它搓匀，搓到大概3.5厘米粗即可。然后用刀切成3.5厘米宽的剂子，大约可以分成10份，用手敲一下刀背，这样切面更加平整。切好的剂子看上去接近于一个正方形，因为馒头发酵后会变长，如果开始就切成了长方形，那么发酵后馒头就会看起来很瘦，甚至立不住。最后2头不规则的，我们把它向内这样揉，直到感觉面团有点粘性出来，表面变得细腻，而且颜色发白，就说明揉到位了。最后把它转圈向一个方向折，再翻过来，用2只手把它搓圆。因为发酵之后它会比现在要扁一些，所以我们把它搓高一点，像鸡蛋一样就可以了。这样一个圆形馒头就整形好了。蒸笼中垫蒸笼纸或者打湿的屉布，蒸笼纸也可以用烘焙纸裁成小张来代替。然后把馒头接缝朝下摆入到蒸笼中，中间要留足够的空间给它们长大。盖上盖子，下面不需要做热水，放在室温发酵即可。具体的发酵时间要根据你的室温决定，24摄氏度的室温大约需要1小时，天冷要延长时间，天热则要适当缩短时间。时间仅仅是作为参考，最终我们还是通过馒头的体积变化来判断它有没有发酵好。当我们看到馒头体积是之前的1.5倍大，用手按上去会出现小坑，并且这个小坑会缓慢的回弹，就说明馒头发酵到位了。开水上锅蒸，水不要过多，刚刚够用即可。开水上锅可以更容易蒸出表面光滑的馒头。等看到有蒸汽冒出后，把炉灶调为中小火，蒸12分钟。
火力太大会使锅内的气压过高，容易让蒸好的馒头塌陷或者皱皮，而中小火则更容易蒸出光滑不塌陷的馒头，所以火候很重要哦。12分钟之后关火，先不要开盖子，焖3分钟，等热气散尽之后再揭盖，以免锅内突然进入冷空气以及气压骤降，导致馒头皱皮或者回缩。我们这个馒头采用了1次发酵的方式，即揉好面之后直接整形，然后经历1次发酵之后直接上锅蒸。这种方法的好处除了节省时间之外，它的揉面过程也是比2次发酵的方法要更加容易的。因为2次发酵的方法在第1次发酵之后需要更多的力气才能把面团排进气体揉光滑，操作难度更大一些。这种1次发酵的方法更简单易操作，并且做出的馒头是一样的暄软有弹性，带有一点嚼劲儿。我们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卷起来，不仅可以让面团更加光滑，也能让馒头变成这样富有层次，吃起来更带劲儿哦。关于制作馒头的各种失败案例分析，还可以观看我之前的鲜奶馒头的影片，希望对你有帮助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